I'm waiting, love. Place your hand in mine, I'll take you to the stars. Oh, I'll show you love.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今天的大众占卜题目是在对于断联或者是少联系的对象，那对方没有你的日子，他有多思念你呢？以及他的能量又是如何？台面上总共有3个选项，由左至右，最左边第一组世界牌，中间第2组力量牌，右边第3组正义牌。静下心来，选择最有感觉的一组。如果还没有选择好的话，请先按暂停。如果已经选择好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今天宇宙所想要带给予你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左边第一组世界牌组的朋友，那么在你目前对于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想法，其实呢，面对说这段关系，或者说有时候当你回想起来的话，其实你心中还是会有很多的不舍，又或者是说你还是会一直在对于说这段关系是有很多的留恋，或者是还是会有很多的依恋。其实你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很努力的过你自己的生活，又或者是说你很努力的不要去在乎对方，又或者是你很想尽办法不要再想起这个人，甚至你一直很努力的就想要把自己的状态把它调整到最好。也就是说你会开始就是说你会有一种逃避的心态，比较不想要去面对这个人，或说比较不想要去面对这段关系，但是你又会不自觉地一直去等待着对方，或者说你会一直不断的默默的好像仿佛就是在等待着这个人赶快就是回到在你们的生命里。所以对于说你其实在这段关系里面你想起来的话，你会觉得因为自己在过往跟以前真的付出的太多了，或是你真的投资了这段关系里面真的非常多，你为了他，或说为了这段关系，你可能失去掉了很多你可以赚更多钱的机会，或者是你可以在工作上崭露头角的机会，又或者是你为了这个人失去掉过往很多你个人的时间，所以对于你来说，你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舍的一段的关系，因为这个人身上已经投资了非常多，所以你希望至少可以从他身上拿回点什么。那同时也可以知道说，过往这个人的出现，其实他是有改变了你在对于说感情中你的表现的方式，或者是说你在对于感情里面的一些想法。比如说你原本可能在面对感情，你是一个不喜欢想要去主动经营，或者说你在面对说喜欢的人就觉得默默的付出就好，又或者是跟这人相处的话，只要能够为他做到的一切，那就算你没有得到个结果，你也觉得没有关系，就是你以前过往的感觉就会比较像这种便利贴女孩的样子，就是说面对于说自己喜欢的人，在意的对象，你就会一直想要去让对方好，然后就算对方没有回报给你，你也觉得没关系。但因为失去了这个人，或者说在随着你们之间相处的就是说日子渐渐的增加了之后，反而会感觉到说你越来越不甘心，或者说你其实会有一种后悔一点点的心态，就说如果没有这个人出现，或者说没有喜欢上这个人，不知道该有多好。就是你这个想法会有一种就是那种默默的萌生，但这个萌生一出来，你会觉得好像其实也没有到那么糟，就是你会用一种很多的借口，或者说很多的理由就是来去过度的包装这段关系所带给你的好处。那其实确实当我们回想起来的话，这段关系所带给你的成长，或者说所带给你在个性上改变，确实有个还蛮大的帮助的。所以以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可以算是你的人生中的一个贵人，只是因为你在这个人身上，他改变了你，但是却也让你失去了动力。就是说你在失去这个人，或者说这个人没有跟你联系的这段期间，其实你心里面总是会有很多忐忑不安，或者是说会觉得自己失去了
依赖感，或者说自己失去了一个所谓可以专注力的地方，又或者是自己是可以投入精神精力的地方，所以你其实反而最近对方不太搭理你，或者说断联了之后，对于你来说，其实你会觉得有一种不安全感，然后那个习惯突然就这样子被抽离了，其实你会觉得很多的不舍，或者是说会有很多的不习惯、不适应。可是现在又会回想起来，如果说当对方会来找你们的话，你们就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对他那么的好，无限的付出，或者是说默默的努力。你会希望说任何的付出，任何的一切都是必须要得到相同等值的回报，所以也会因为这个人出现，或者是说这个人所一直以来所带给你的一切，或者是说这个人所带给你的这个成长，让你开始会对感情开始并不会像以前一样无条件的付出一切，就会希望说自己所做的任何的东西都是能够有所回报的，或者是自己任何东西都是能够被对方所看见。你会觉得一段感情里面的话，两个人就是必须要公平的对待，不能只有某一方某一个人就是不想要去经营这段关系。所以因此也可以知道说，对你来说，反而面对于这段关系的话，你会觉得抱持着一种复杂心态，你会感谢他的出现，他让你成长了，但是同时你也很怨恨他，为什么他浪费了你的青春，或者说耗费了你那么多的金钱，耗费了那么多的时间。所以因此也可以知道说，其实在你们断联了之后，那这段期间的话，他目前的状况来看，其实他会比较注重在说他的生活中的一个新的方向，又或者是说他在目前的生活的状况里面，他应该会给予他自己一些新的任务，或者是说新的要去学习到的一个人事物，或者说新的环境。所以呢，目前的他来看，其实他还是会有一种压力存在的。那从这边来看是比较好的那个部分。所以现在他其实在面对说人际关系啊，或者说在面对感情，他会有一种比较是以自我为中心，或者是说是一种比较像是那种顺其自然就好，所以他就并不太会去在意别人可能对说他的评价，或者说对他的想法，或者说对他的感觉。可是因为我们有提到说他在面对感情或者说目前生活是属于比较以自我为中心，或者说比较顺其自然的话，那么如果有人真的是能够让他心动了，或者说有人真的是能够吸引到他的注意力的话，那么他确实会想要投入那段关系里面，甚至他会想要去对待那个人更好，或者想要去接近那个人。所以目前他的能量其实算是一种比较浮动的这个状态。那么其实对他来说，也是因为他都只有在去改变他自己的一些的做法作为，或者是说去改变他自己的生活的步调，或者说改变他生活的方式。所以呢，他现在其实也会有一种尝鲜的心态，或者这种尝鲜感觉，就是他会想办法去让自己跟以往的生活的模式，或者说上下班的路线，或者是生活的步调是完全截然不同的。所以现在他其实也算是蛮乐在其中，是还蛮享受这样的一个氛围跟感觉。那再我们来说一下不好的部分。那其实虽然这个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就是他非常享受现在生活中的一个变动性，或者说生活中这个一些行为上的一个改变，但实际上的话，其实心里面是有一个还蛮大的压力，因为这跟他原本的个性上面是有不同的，或者是说会有很大的差异性。所以当他选择要以这种新的生活的方式的话，这个和他以前一直以来，或是说他自己本身的个性算是一种背道而驰，或者说完全截然不同。所以他其实还在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去适应，或者是说一个不一样的心态去面对说自己人生目前的状况。那同时也可以知道说，目前他的生活中的工作的状况应该算是比较不好的，或者是说会比较有一种压力的感觉。但是因为他又必须在这样的生活，或者说这个职场上能够生存下来，或者是说是能够继续坚持下去，所以他也算是那种忍辱负重，或者是说他会愿意去承担这些的压力。可是其实在他心里面其实非常的不舍，或者说其实他心里面是非常的痛苦的。他每天算是那种过日子而已，他没有去享受生活，只是单纯的过日子。但是在他表面上，例如说像他的 Instagram 或是 Facebook 或是
其他的推特啊那种相关的社群媒体 TikTok， 那么他其实也会尽可能表现出自己是无所谓，或者是说自己其实现在过得非常的好，或者说自己其实很享受现在当下的生活。但他夜深的时候，其实他会觉得哇，真的太糟了，就是他会觉得完全就是心里中的压力又不想讲又不敢讲出来，但是又想把自己的外表表现让身边人是感觉到他是过得非常自在，也是非常的快乐的。所以那为什么他会想要去做这些改变，或者是说他会希望他的生活中的步调是会跟一般人所看到的完全不一样。其实以牌面上来看，他其实是会认为他失去掉了一个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东西，或者是说他失去了一个对他来讲是一直以来都很习惯的人事物，所以因为这个失去造成他心中会有很大的改变，他也想要去忘掉那一切，或者说想要让他自己去放下那一些他已经失去掉的人事物，或者说已经失去掉的那一个人。那当然我们从牌面上是无法得知说究竟他是不是因为失去你而感到难过，所以接下来我们去往下看，就是说在他没有你的日子里面，他究竟是有多么的思念你。因为其实以目前来看，就是他的表面上的这种能量是属于比较变动性，是改变上是比较大的，所以他还是心中会有一些期待，或者是说会希望可以去重回到过往的生活的这些的牌面上的讯息，就是说他现在心里面的感受是属于比较五味杂陈，是比较复杂的。他想要往前进，但是又会对遗忘会有依恋，那就是他究竟要该怎么做？他其实现在是一个比较迷惘的，是比较困惑的，所以还是会继续的先以他能够做的为主，但实际上他还是会希望有种想要回到过往的感觉。那么就往下看，其实从宇宙呢，透过塔罗牌中的讯息，洋洋可以感觉得到说，事实上你在对方心里面的话，事实上是真的占了一个还蛮重要的地位，或者是说是让他一直都无法忘怀的一个人。所以在以前你们所做出的任何的努力，或者是说在过往你们所做出的付出跟牺牲，事实上都是有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去捂热他那种冰冷的心，或者是说慢慢一点一点的去侵蚀到他内心里面那种不太愿意去相信你，或者说会有一种对你想要往外推开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跟讯息。所以其实目前来看的话，他其实真的非常思念着你们，或者说其实真的还蛮想念着你们，因为你们在曾经过往，我们前面有提到说，你为这个人你真的付出了你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或者是说你在他身上真的投了很多的金钱很多的时间，也就是说在过往的关系里面的话，你的优点完全了去补强，或者说去补足了他缺乏的那一面，或者说他的一些的缺点的部分，所以变成说你们俩之间算是有一种阴阳调和的这样的状况。那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当有阴阳调和的时候，其实会让两个人之间的心灵会有一种更加靠近的感觉，甚至会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但是目前熟悉感也很容易会让他自己会去迷失这个方向，会没有办法去知道，或者说没办法去意识到说你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所以因此对他来讲的话，你们之间的任何的回忆，或者是说任何的点点滴滴，他其实都在心里面，那个事情可能他不一定记得，但是他的那种感觉跟感受确实会一直不断的涌上。那曾经你们所送给他的礼物的话，虽然他都把它藏起来，或者说把它收纳的非常的好，所以把它放在一个他自己可能也不见得是看得到的地方，但是他其实不时之间会一直拿出来把玩，或者说不时之间有时候会拿出来观赏欣赏一下，会去想起你们之间会就特别他想你想到爆的时候，或者说他其实生活工作压力非常大的时候，因为其实这个人他脑海里面都一直不断在想着说，究竟是要回去找你们，还是说让这段关系就这样子继续的淡下去。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难以抉择的事情，或者是说他会认为他自己其实也没有太多的资格是能够再去重回到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因为你们曾经这段关系的好，或者是曾经所相处的一切的那种感觉的氛围，其实在他心里面都是有埋下一个还蛮深的种子。那现在其实也算是一个慢慢发芽的状态。那为什么他明明心中是那么的火热热，或者是说他心里面其实是真的非常的想念你们，但是
他又为什么都一直不愿意主动的付出，或者是说他想要去做更进一步，或者说他也没有透过社群软体上面的一些动态消息，也都没有去缅怀着，或者是说去发一些关于你们之间的贴文，或者说他没有明确的行为跟行动。其实原因就是来自于说他在面对说你们之间的这个缘分，或者说面对你的话，其实他心中还是会有一种他不知道该怎么去经营下去，或者说他不知道该怎么样的去靠近你们。也可以说原本他对你的话，其实本来是一种比较偏向于说像是朋友般的感觉，或者是说朋友般的相处，或者是像不就是说还没有想要发展成为就是要有责任的那个关系。其实他曾经有想过很多次，但是他又会认为说好像其实并没有到很适合，或者说两人之间的那个差异性是真的还蛮大的，又或者是两人之间其实在相处上面的话，可能选择当朋友，或者说当没有名分没有那种身份的关系可能会来得更好，但他却没想到说他真的失去了你之后，其实他心里面是更加的孤单跟孤寂。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其实他心里面是真的非常的挣扎，也是非常想要知道说，究竟对于他来说，是不是真的应该要去接受这段关系，还是说是要去找别人？其实他这心里面中一直都有不断这些的想法，或者说都一直不断有这些的困扰的地方。那就是因为其实他一直以来，或者是说他以前有遇到在感情中被人背叛啊，或者是说他在面对感情比较容易就是说他比较不太会去相信别人，他就是总是会有那种一层的那种保护的防，或者是说过度保护自己，因为他非常害怕他自己的受伤，或者说非常害怕他自己再次的在感情里面重蹈覆辙。所以其实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这一份的思念的话，算是说你们俩之间虽然不一定很有缘分，但是却是你不断的努力，然后慢慢的在他心里面种下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跟那个很重要的种子。所以他的思念其实也是正在灌溉着你们的这个种子，只是这个种子什么时候会发芽，或者是说还是他后面就会夭折了。那我们其实可以知道说，其实在这段关系接下来的话，如果说你们是属于比较少联系的人的话，我们先分两种。主要是如果说少联系人的话，会蛮恭喜你们，就是其实对方在接下来跟你们之间相处的过程之中，你会渐渐感觉到他是有想花时间、花心思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他可能会有一阵子会是特别想要找你聊天，或者说会特别有一阵子想要约你出去。那这个的话，这个一阵子呢，其实不会持续很久，只会有短短的。所以会建议你们，如果说是真的属于少联系的人的话，你们可能要接下来要尽可能把握可以跟他相处的每一个时刻，然后好好在他心里面或者在你们这段关系慢慢的埋下一些种子。因为在这种少联系的状况之下的话，你们之间的见面的这个缘分算是一种比较波动型的，就是说会有一阵子会比较常见面，现在又有一阵子可能又会没有见面，那又有一阵子后面开始又会很频繁的见面，会很频繁的有那种缘分的存在。所以其实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对你们来讲，如果说是真的属于少联系的人的，你们会觉得好像关系就只停留在原地，每次你想要前进的时候，好像就一直被那种命运给浇熄了，或者说去让你们这段关系有所退缩。那就是因为宇宙它其实是有一种在就是应该是说不能说宇宙，应该是说对方他是有一种想要去控制这段关系的发展，这只是他那种心理上的表层的行为，并不是他代表他心理中的这种感受。然后等一下再更细，我们稍后再讲。那如果说是断联中的人的话，那就是其实在这段关系，如果说对方真的要回来找你们这件事情，这个动作其实还需要花一点时间，还需要一点机缘去酝酿，还有一点情绪，还要慢慢的去培养。其实这段关系究竟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是说重新，就是说在相处的这个部分，他需要重新的去界定，然后重新的去思考，因为他真的一直来都只把你们当成比较像是朋友跟暧昧之间的氛围，还没有到想要交往的这个状态。那当然这个状况的之下的话，就变成说他要先去跨越他内心中的那个心魔，或者是说先去让他自己能够去重新的理清他到底对于你是什么样的感觉。所以因此当他理清了之后，他反而会有一种全新的态度，或者说不一样相处方式来去找你们，或者说来去经营这段关系。只是在这段期间的话，他其实
如果说你们真的去按赞，或者说可能想要去回复他现实动态这种的话，通常大部分来说他不太会去理你们，或者说他可能就顶多就是已读不回，或者说稍微用个贴图，或者是说用个表情符号去敷衍你们，就是他也不会讲太多的字句。那事实上他本身还是会蛮享受这样的状况。那当然其实在一个真正就完全没有联系的人的状况之下的话，就你们可能连他的动态都不知道的这种情形，那其实对他来说，这段关系的话，他会想要之后真的找上你们，或者说跟你们之间有相处这个可能性了之后，那么他就会想要，用一种不一样的方式跟你们相处，会希望说可以去除掉，或者说可以改变一下一直以来可能相处过程中可能会造成彼此之间关系的压力的状况，或者说彼此之间关系会有那种更加的紧绷的这样的情形，所以他会希望说两之间以后相处的这个机会真的能够有所改变，或者说他真的调试好他自己的心情之后，他才会回来找你们。那这是特别针对说完全断联没有联系的状态之下，所以如果说你们是真的蛮喜欢对方的话，那不妨你们其实可以考虑看看，就是如果对方你真的很喜欢他，你跟他当朋友也没关系，那你们就是可以等他。但如果说你们是真的非得一定要跟他在一起这种的话，那会建议你们其实你们可以考虑离开这个人，因为这段关系如果说真的要去在一起的话，真的还需要花很多时间去考验跟验证，因为从牌面上是比较看不出来，就是如果完全断联的人，那对方究竟会不会想跟你在一起，这个部分是还看不出来的。好，那么前有提到说还需要讲更细，就是在少联系，那这部分其实也可以等同于说是用在断联中的人，因为其实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其实对方他确实会有打算说，希望跟你们之间的关系是那种可以有非常明确的连接，或者是说两人之间是可以很经常的碰到面，或者两人之间是有一个很深的缘分，因为其实在他心里面他是很舍不得你们这段关系，你们之间的这段缘分的，就算没有办法当恋人，他也希望说可以当朋友，但是却也没想到说目前的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反而是呈现出一种比较尴尬的局面，或者是说比较没有联系，就是没有话题可以聊，或者说也不知道该怎样去面对这段关系，所以其实对他来讲，他真正最长远的打算就是这段关系、这段缘分是可以长期相处下去的。如果说真的是比较尴尬，或者说比较没有话聊的话，两人就是保持联系，但不要经常的联络就好。就是他的真正的一个最后的底线，就是唯一一个最坏的打算。那如果说你们是真的很希望说跟他是会有关系的，或者说跟他是会有那种交往，或者说希望可以为你们这段感情负责任的话，那么这个人可能就会真的决定就是不要去找你们，或者说是真的决定让这段关系就这样子结束。所以其实在面对说不同的状态之下的话，他的想法上面还是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总结的能量，但大部分来说的话，其实还是要看说你们的一个个案的状况为主。那其实在解释方面就会稍微有点不同，所以不妨我们就可以稍微思考一下刚刚洋洋前面所提到的几个的一个情境跟案例。好，这句话呢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如果对你们有帮助，或者是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中间第二组力量牌组的朋友，那么在你们目前呢，对于说这段感情的话，其实你们应该算是还蛮挣扎的。其实在过往的感情史中，应该是说你们跟这人之间相处，在以前的话，其实都是由你们主动比较多，或者是说都是由你们来去为了这段关系，你们做出很多的努力，或者是说很多的牺牲，又或者说你们一直把自己的底线都是不断的降低。其实这个人他的出现的话，也算是打破了你们一直以来可能在面对说感情中你们所想要的一切，或者是说你们能够为这段感情，应该说为了一段感情，你们所能够付出的底线。其实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你们都一直很努力的想办法要去克制你们自己的心中的想法，或者说你们心中的感觉，或者是说你们在跟对方相处那个过程之中，你们一直不断去压抑着你们自己可能在对于说对方的一些的作为。所以其实我们同时也可以知道说，现在的你的话也可以算是说很努力的一直想要去维持自己，但是其实你的内心中的那种感性的自己从
一直不断去劝说你自己说，其实好像可以继续等看看，或说其实可以再继续的努力下去看看。但其实你的理性其实是明白告诉你说，这段关系其实不适合的，或者是说你应该去找更好的对象。所以有一部分的人的话，很有可能现在的你们的身边应该是有出现其他可以考虑的人选，或者是说你们只有考虑看看说是不是要去认识新的人，或者是说去接受一段新的关系。只是因为过往的你们这个所在意的人，或者说所来看就是这种当占卜所测的那个人的话，其实他对你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虽然在过往的感情里面的话，你们两个人之间在相处上面，你应该经常感觉到你抓不到对方他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甚至你会觉得这个人会有点难相处，然后你其实这个人跟你一直以来所喜欢的那种类型的人也是不同的。所以当你在面对说这段关系，你才会一直有种不知所从，或者说你不知道自己应该要怎样如何才有办法去把握得住这段关系。就算你一直不断的很努力想要去经营好这段关系，或者是说想要为这段缘分想要试着努力看看，但是常常会让你觉得说好像你不管做出多少的努力，或者说多少付出，都是没有办法得到相对应的回报。所以因此呢，面对说这段感情的话，你通常都是选择一个比较盲目的等待，或者是说比较是盲目的付出，对方他需要什么时候你就给他，但他没有需要的时候，如果是你觉得他需要，你也会给他。所以呢，这样就会导致说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在对他好的时候是有点太多了，你自己也知道太多，但是你又不知道该怎么样放才是最好的，所以你不如就是把全部都给他。所以现在你的话，你开始会有点去有时候你会有种懊悔，或者说你在对说这段感情，你会觉得为什么自己要做这么多？然后有时候你会有一种比较像是报复的心态，就是说我对下一个人一定要非常好，或者说我对下一个人就是不要再像以前那样子一样，就是说对下个对象也不要再像以前一样，就是那样子去对待另外一个人。你会希望说把更多的精力是放在说你觉得适合的人身上。所以其实在对于说这段感情所带给你的很多的想法，或者说很多的这种成长的话，是你比较没有办法去发现得到，因为更多来说是属于一个你心中的感觉跟感受，然后导致于说让你在行为上面有时候会有一种比较像是就是说判断上面可能会有点失误，就是说其实你会仔细认真想想，会觉得这个并不是真正的你。那你也知道说，其实这样做法是一个比较跟自己的想法上面是会比较有落差，或者说面对说感情上面所必须要去承担的这一切是会比较不同的。所以因此在现在你的来说，你还是会愿意去认识新的人、新的对象，或者说你会尝试着使用交友软体，或者是参加朋友之间的聚会，去多认识新的人。那如果说还没有遇到新的人，或者说适合人的话，你还是会选择继续待在原本的现在这个状态。所以你还是会等等看对方是不是会回来。那就算对方不回来，你也会想办法告诉你自己，不要在意，不要难过。那他不回来就算了，就当做是放出去的羊，或是放出去的狗，就是他就再也不会记得回家。那如果说他回来就当做是捡到的。那如果真的没有，你还是会愿意去接受新的人。只是当你想要愿意去接受新的人的时候，你还是会不断的脑海中想起来这个人，然后你就开始有一种犹豫的感觉，就是我是不是要真的去接受这个新的对象。所以其实在你等待他的过程中，你也有错过了很多一些适合你的人，或者说一些还不错的缘分，你就是没有去把握经营，然后你又一直不断去认识新的人，就是有一种算是一直不断的重蹈覆辙。其实你自己心里面也知道说这是一个比较不正确的方式，或者是说是还有个更好的方法，可以去以不同的方法去面对说这段关系，只是目前你可能还没有想到，甚至你很难去用一种平静的心态去面对说你目前现在人生中一个感情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或者说这样的一个状态跟情境。好，那其实也可以知道说，在目前的他，就是说你们俩之间现在呢，算是比较没有联系了，断联啊，或者是说少联系。其实现在目前他反而会想着说，要用一种跟以往不同的相处的模式，或者说跟以往不同的感情的生活，然后跟以往不同的想法来去面对说自己的人生。其实现在他来说，他会比较是着重在于说他的工作，或者是说他的经济的能力，又或者是说他目前的生活中所必要去赚取更多的钱。其实他这个人本身应该在面对于金钱，或者是说
面对于应该说自己的消费吧，是其实会有一种比较吝啬，或者说比较小气，或者是比较好一点的话，他会是针对说自己所需要的，他才去花钱，就是说比较是看得到的东西，他才去花。如果说像这种看不到的或者说只是为了让自己心情比较开心、比较爽的话，那么他就不会花这笔钱，或者说他就比较不会去花那个时间去做那些事。他会希望说，以现在来看的话，他会希望他自己所做出的任何的决定，或者说任何的消费，任何的时间上的成本，都是能够给他带来一个最大的效益，或者说是能够让他感觉到他这些付出是 OK 的，是能够让他得到点什么的。只是他现在目前来看的话，比较多像是他不断的想要去说服他自己，说是愿意接受别人一些新的想法，或者是说愿意去接受一些新的习惯，但是实际上他这个通常来说是比较困难，因为他还是会有一种比较铁齿，或者说是比较固执的这一面。因为他在面对说自己人生中改变的话，他这人本身是很靠吃自己原本的经验，或者是说很靠自己一直来所成长的这些经历跟背景，所以反而当他有出现可以让他改变的那个机缘，或者说那样的想法萌生的时候，他反而会需要花很多时间去适应，或者说会需要花很多的那种验证的机会，或者说需要很多人不断的去催促他，去监督他，他才有可能会改变。所以其实现在目前他的能量状况算是一种比较平稳的，甚至会是属于那种比较都没怎么在变动的这样的状况。虽然好像他是会有想要考虑去改变，但是因为他自己的本能上是属于比较排斥的，或者是说他比较不愿意把自己的内心中真正想法让身边的人知道，所以当他比较封闭自己的内心中的感受跟感觉，或者说想法的时候，那这样子确实会容易造成他在面对说自己的人生的话，会出现出比较停滞的情形，会比较不愿意去有所改变。所以他这种改变更多来自于说是他在面对说生活中的一些的想法，或者说当他在面对一些的决策的时候，会有一种比较不一样的这个可能性。那特别是如果说在面对感情的话，目前来看，他比较不会想要去接受新的关系，或者是说新的感情，他比较多是真的呈现在说他现在目前生活的状况。那这时候就会有两个问题点了，因为一个是如果说他是真的比较是沉浸在他目前生活中，比较不愿意去认识新的人的话，那么你们究竟是不是还有这个机会？这个是一个问题。然后再就是这个人他身边是原本在跟你相处的时候，他就已经有认识新的人了，这是另外一个隐藏性的问题。所以就意味着说，其实在目前恋爱的部分的话，如果说他身边现在都一直有其他的对象，然后就有可能让那个人会上位，或者说会让那个人来去取代原本是你的应该要有的位置。因为其实现在来看的话，他并不会去排斥那些暧昧机会，或者是说那些暧昧的可能性，但是必须要是他原本就认识，或者是说他原本就熟识的人。所以如果说是他的前任来找他，哇，那完蛋了，那基本上他也应该会答应，他比较不会去拒绝。但是其实在牌面上也不能看出来说究竟前任有没有回来找他，而反而是他会开始想要去因为在现在目前平稳的或者说比较稳定的生活的能量跟生活的状况来看，他会想要愿意去接受原本就有的关系，或者是说会愿意去接受有的人来去想跟他在一起这个部分。但他就算真的跟对方在一起，有时候去接受那个暧昧的状况的话，其实他也不会有太多的改变，或者是说他也不会去做太多的付出，他反而是比较像是去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接下来宇宙所想要带给你们的讯息。好，那我们就往下看，其实在你们之间这段断联或者是说少联系的话，看来我们要分两个状态来应该说三个的状态来说了。好，那其实在以一个整体的大方向来看的话，其实你们在对方心目中算是一个比较像是说一般朋友般的存在，或者是说是一个比较应该怎么讲？如果说是对方他是属于土象星座的个性，应该是说，我想一下应该算是就是说他是金牛，他的太阳在金牛、摩羯、处女座的人，但是他的金星又是在水象星座的人的话，那么其实你们这段关系对他来说，他会觉得是他舍不得的，
然后他会蛮在乎你们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的存在，甚至他在你们心中会有一种产生喜欢的感觉，这种喜欢感觉会比其他的人来说会更高一点，是让他是能够有意识到他好像有喜欢你这件事情，并且他是有点愿意去接受他喜欢上你的这个部分，是特别针对说太阳星座是在土象的，但是金星是在水象星座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但如果说是其他的星座的部分的话，特别是说像风象或者是火象，风象就是指说像是天秤或者是双子、水瓶，然后火象是牡羊、射手、狮子的话，那么对他来说，你们就只是一个一般朋友般的存在，就真的是好朋友而已。然后他好朋友是那种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朋友，他觉得跟你之间是一见如故的感觉。这种会跟土象会有点像的差异性，就是在于说，对他来讲的定位就真的就在朋友，没有到喜欢的感觉，就是他会觉得失去你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但是只是针对说在朋友之间关系的可惜，没有到说爱情般的可惜，这个是一个比较特别一点的。那如果说是水象星座的话，例如说像是就是说太阳啦，太阳是在水象，例如说像是巨蟹、天蝎跟双鱼的话，那么就意味着说对他来讲，他会有点暧昧的感觉，就是他对你们是有依赖感，然后会有失去你会觉得很难过，就是会觉得这段关系他会觉得有点没办法放下，这个是特别在对于说星座部分可以让我们稍微参考一下。那如果说是像这种少联系的我们先不讲说关于星座，那就是以这种单纯少联系来说，对于他来讲，这段关系的存在点是他没有办法去就是说他真的是不想跟你就是说没有联系啦，就是说他跟你之间虽然很少联络，是因为他可能在忙，或者是说他有他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又或者是说他有发现到说你可能喜欢他这件事，他希望说可以透过拉开距离，或者说两之间比较没有联系的这样的情况，是能够去让这段关系能够去维持，或者是说去可以继续的保持下来，就是不希望说有爱情、感情这个部分去打扰到这段关系，会去让我们这段的缘分去被因为爱情而这样子去撕裂，或者说去拆散开，因为对他来说，他觉得跟你相处在一起是一种很放松、很熟悉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他很享受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所带给予他的一种依赖跟依靠，或者是那种信任感，就是那种安全感。那如果说是那种绝对断联，就是这种完全没有对方任何的音讯消息的话，那么对他来讲，其实你们的这段关系在没有你的日子的情况下，他会想起你们的是属于那一种让他感觉到很快乐，或者是我们曾经所相处的那一种很美好的回忆。但是这个仅限在于说，他的人生现在是可能觉得比较需要有人去帮助啊，或者是说他希望他的人生是可以过得更加美好，他会有一种像是对于说过往会有一种忏悔的感觉，或者是说会有希望你的人生可以过更好，那我的人生也可以过更好，就是那种互相祝福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完全断联的情况之下。所以如果说是完全断联的话，他其实在对于说你的思念是真的还蛮少的，更多是来自于说他所对于说你的祝福。好，那如果说是那种要断联不断联，就是那种你跟对方还是有保持在那种好友之间的关系，但你跟对方就是没有什么话题可以聊，或者说对方也不太去回应你的这样的状况，就是基本上是那种半断联的，只是还可以偶尔知道说对方的静态的话，那么对他来说，其实你们这段关系他会有一点是不想要去放掉的，所以其实这个会有蛮大的几率，就是说对方他其实还在慢慢去思考说你到底对他来讲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但基本上在表层的感受来说，你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好朋友，或者是说是一个曾经所认识所相处还不错的人。那在更深层的部分的话，是你们之间这段关系曾经所带给他，如果说你真的认识非常久的话，那么其实这个人基本上他还是会想要再继续维持下去你们这段关系，只是你们可能会需要
给他一点时间，就是让他能够去思考，或者说让他重新去把他的情绪、思绪给整理好。那如果说你是可能刚认识不久的话，那么其实对他来讲，其实这种关系反而会造成对他来说是一个还蛮大的压力。那可能会反而说可以透过这样之间的稍微比较没有联系，或者是说比较没有互动的这样的状况之下，让他能够去让你们两个之间重新去对说这段关系去理清，因为他也希望说你自己去放下嘛，那他就不用太去在乎到你的这个心情。所以如果说像是这种比较少联系，基本上是那种一半断联的，但是对，就是说对他来讲话，对说这段关系，他比较没有去思念你们，然后他比较像是说去希望就是暂时各过各的这个生活。那其实在接下来的话，这段关系呢，我们先无论来说是哪一种情况，其实对于他来看的话，这段关系里面他会希望两人之间呢是可以先保持一个适当距离，或者说可以去重新定位这段关系。所以呢，其实接下来他比较不会有一个明显的作为，他会希望说先让这段关系两人之间是可以能够先沉淀一下自己的心灵，或者说自己的思绪，因为他有发现到说，其实这段关系的发展是有一种超乎他的预期了，或者是说他心中的感觉是会有一种失控的，所以其实接下来他会更加是着重在说他生活中的目标，或者是说他现在目前生活里面他所必须要去承担的责任，或者说可能要去赚更多的金钱，又或者说他的工作上面真的有遇到一些的困难，或者是有一些的变动，所以导致于说让他在面对于感情或者是说喜不喜欢的这个部分，他现在是比较没有太多的思绪跟想法。他会希望说他的生活中的步调是能够先稳定下来，是能够先把它掌握的好之后，那么他才会考虑说是不是要去接受有没有喜欢人，或者是说他的感情的部分，因为看起来他似乎对于说他的现在生活状况，他是比较不满足的，或者是他是有一些他自己的目标存在。所以当他面对说现在来看的话，你们之间这段关系，他是真的想要跟你们保持距离，或者是说会先让你们想要彼此间冷静下来。所以这时候你们可能无论对他再多好，或者说你们一直无论去对他按赞啊，或者是想要去各种的打动他，基本上是没有用，因为他是不断的去催眠他自己，也只不断去告诉他自己说，感情里面真正最重要的是要先把自己给照顾好，把自己给照顾好之后，才有那个能力跟那个立场去谈感情。因为其他这个人是对于说金钱或者是说工作上是真的看得还蛮重的，其实他不希望说自己的生活中是有因为感情而去影响到他生活里面所应该要拥有的物质的生活或者是品质。并且这个人他在面对于感情，他是更希望说两个人之间是能够心灵相通的，是能够互相了解彼此的，然后是能够去了解到彼此心里面的那种底线，或者是说彼此之间在对于说爱情里面应该需要的东西，就是他希望三个人不是三个人，是两个人之间的那个三观，两人之间的三观是必须要相同的，要不然基本上他希望说就先暂时保持了距离。所以现在来看的话，他其实在面对说你们这段关系，他现在是真的还没有打算去找你们，或者说还没有打算说要去恢复这段关系，反而会需要请你们再等待一段时间，或许这个人他才会有可能再回来找你们的这个部分。所以其实对于他来说，他现在暂时不会因为失去你们而感觉到特别的痛苦，或者说生活过不下去，因为对他来说，现在人生中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先把自己的生活给顾好，把自己的荷包先填满满，或者说把这工作先稳定下来了，他才会有考虑去谈感情的这个部分。好，那这些话呢，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如果对你们有帮助，或说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右边第三组正义牌组的朋友，那么在台面上的话呢，洋洋会感觉到说，其实在目前的你们面对说你们之间这一段
的缘分，或者是我们之间的这段的感情的话，似乎看起来是你们非常相信你们之间的这段的缘分，或者是说你们是真的不想要去放弃掉你们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又或者是说你们会愿意为了这个人去放下了你们一直以来可能在面对说感情里面，或者说在爱情关系里面的一些的底线，或者是说一些的想法，就是你们会用一种比较新的方式、不同的方式来去看待你们之间的这段的关系。也就是说，其实你们本来的个性应该是属于那一种，两人之间如果真的没有那个机会、没有那个缘分可以在一起的话，那就分开没有关系。然后你本身的个性也是属于不会跟前任，或者说不会跟自己所曾经喜欢的人、暗恋中的人有来往，或者是说也不会想要去跟他们保持联络，或者是也不会想要因为两人之间没有办法在一起，然后就当朋友这件事情，对你来说这是一个不太可能的事情。但是因为这个人所带给予你的影响，或者说你的感觉是超出了你一直以来所预料的范围，或者是说有点像是意料之外的这个惊喜，就是说这个人所带给你的影响更多是你内心层面的那种心灵上可能比较脆弱的，或者是说你只然会认为自己可能是不值得被爱啊，或者是自己可能是比较不太去相信缘分，或者是自己在面对于感情是属于比较懒散的，是属于比较被动的，但是在因为遇到了这个人之后，他完全了去填满你的内心，或者说完全了去修补到了你的心灵那种比较受伤的那一块。所以在面对说虽然现在两人之间的关系是在断联或者是少联系的话，但是你依然是会很愿意跟对方当朋友，或者是说两人之间是可以继续保持联络的。那更多讯来看的话，也是表示你们其实面对说这段关系，你们终究是不肯去放下，不肯去放弃，你们依然还是对说对方这个人会有抱持着一点点的幻想，会觉得啊，如果两个人之间是能够交往，或者说能够结婚，能够在一起，不知道该有多好，或者说两人之间是可以共组织家庭，或是两人之间是可以一起到国外去住在一起，或者是说是可以住在宿舍啊，住在同一个就是一起去租房子之类的这种的想法，就是你们开始会有很多，只要能够把对方绑在你们身边，会讲着各种的方法，各种的可能性。但是对你来说，也并不是说真的一定要跟他在一起，而只是单纯希望你跟这件事可以保持着联络的，保持着联系的，是能够都一直知道他的近况、他的动态的。所以其实由此也可以非常明确知道说，其实这个人所带给你的影响是真的还蛮大，因为你本来在面对说感情，你自己本来就是会有一种感情洁癖的人，你会希望说面对说自己的下一段感情的话，上一个感情、上一任的关系是一定要完全彻底的结束，或者是说一定要两个人就是不要联络，就是要去对说下一任去有所尊重。但是反而在你对于这个人的话，你会希望说两件就算是没有办法成为恋人，没办法成为没办法在一起，但至少还是希望说可以成为朋友，是可以继续保持联络的。但是有一少部分的人其实会希望说还是可以有机会可以在一起啦，就是你们会希望说能够在一起的这个几率是能够继续存在着，所以你们要千万小心，就是选到这组的你们，有一部分的人话会能够接受婚外情，或者是说可以愿意接受劈腿这个部分，这个是会希望说你们要去认真思考一下，比较不希望有那种骑驴找马现在除非是你们现在所交往真的很烂，不然如果说其实你们现在交往是稳定，对方其实也没有到太差，那我希望说你们不要太过于说一定要去骑驴找马这种状态，因为其实这个对于你们的这个之后的感情缘分其实会有一个蛮大的影响，那这个后面就是在细说，这个就不是在这一次占卜中的一个重点，所以因此就可以知道说，其实现在你的话算是有一种默默的在等待着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好，那么其实可以知道说，在目前的他来看的话，其实现在他的能量是属于那种非常极度的变动性那种非常大的变动，也就是说他会希望可以跟他自己过往的这样的一个
自己可以告别，或者是说他非常的渴望去能够完全的改变他自己。其实这个人他本身是有一个还蛮强的自省的能力，或者是说这个人本身他的灵性上面是真的还蛮高的，又或者是这个人其实他是蛮注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这种的磁场，或者是说这种感觉跟氛围。其实更多来看是因为遇到了你之后，他的人生中对于说这些想法是有很大的改变，所以不知道说到底是真的是你改变他，还是说他是在遇到了你之后，然后又遇到了别人，然后去那种纵观的那种的事情发展之后，他开始去改变他自己。我们现在无论是属于哪一种，那就是以目前来看的话，就是他目前能量是因为他希望说能够跟他自己以往的状态跟告别，然后他希望他自己可以变得越来越好，然后可以变得越来越聪明，或者说他的人生是可以越来越顺遂。所以现在他也开始逐渐去相信命运的存在，或者是说去相信灵魂，或者说去更加的靠近他的信仰。同时这个人他现在也是非常的注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这个友好的程度。所以呢，以目前来看，其实他这个人现在是还蛮注重人际之间的这个真诚的存在，所以他会希望说别人跟他相处的话是能够那种非常单纯啊，或者说不要带有目的性或者是企图心的。但是另一方面来看，就是说这个人其实他现在会蛮会去隐藏他自己真正想法，或者说他会不太想让别人知道他现在心里面的一些的感受，或者是说一些的感觉，他会希望说就是以希望说表面上的和谐为主，所以他现在会把他自己最真实的个性跟想法给把它隐藏起来。那同时就是这个人他现在非常向往更好生活，或者说人生中更好的目标，但他还不会有一些明确的行为跟行动，他会比较像是运筹帷幄，或者是说他会先准备好，先去看看说自己的人生未来的规划有哪些地方可以变得更好，或者是说未来人生的规划中，他还需要具备哪些的条件跟哪些的能力，那么他就会想要往那方面的方向去学习，或者是说那方面不断的就是往前走就对了。所以他现在还不会有太多明确的变动，但是其实在之后他应该会有很大的人生的改变，或者是说他接下来人生应该会有很大的一个不一样的状况。只是现在对他来讲的话，这些的变动跟这些改变其实会对他来说会有一种比较吃力的，或者是说他有时候会有一种比较吃不消的，然后所以他也会还蛮常去找别人诉苦啊，或者是他如果真的没有人可以去理会他，他就会自己一个人默默的去承受，他难免有时候还是会有一种比较情绪化的这样的状况。然后再就是这个人他现在可能会有一种比较像是想要向往国外的生活，或者是他是准备要出国出去玩，还是说为了要出国而努力的去存钱。所以其实现在他会很渴望说他的生活的步调，或者说他生活的环境是能够固定时间有变动的机会，或者说是能够完全的不同，或者是他会希望说自己能够到新的环境去看看。所以现在他会就是说他有各种的机会，他就会想办法去做尝试，或者是说能够去多认识到新的人的话，那么他就会想办法去试试看，然后去认识那些新的人，然后去让他看能不能学习到什么样的一个知识。所以呢，可以知道说现在他其实在对于说生活中的人事物，他基本上不会有太多的情绪的波动，比较像是他是带有一种比较目的性的，就是说他想让自我成长，然后自我的感受越来越深刻，而去跟那些人接触，或者说去改变自己的生活。但实际上真的要他去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在对于说爱情中的决定的话，这个是他比较没有的。那当然其实这个人也是蛮希望说是可以遇到一个让他感觉是能够两个人之间一起成长的这个对象，或者是说是能够接受这个新的个性，或者说以往的个性，就是说他希望说他的另外一半新的那个对象是能够接受他的个性上的一个变动，不希望说只是一直一成不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他现在目前可能在对爱情的那种口味是跟真的以往比较不一样，是有点不同了。好，来继续往下看接下来的讯息。接下来我们就往下看，其实在选到这一组的人的话，应该算是三组里面这是一个唯一肯定，就是对方他确实是真的非常想念着你们，而且
对他来说，你们是他一个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或者是模范，或者是一个让他想要去前进、变得更好的一个对象。也就是说，对他来讲话，你们这个人的特质、你们的条件，或者说你们所展现出来的样子，无论说是真的还是假的，对他来说，他所看到的、他所感受到的，你们就是一个对他来讲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一个人，或者是说他会觉得你们身上就充满着无止境的优点，他其实很喜欢跟你们相处，甚至你们的一些的个性上的优缺点，他其实都有评估过，他也都是有想过，但是他还是会觉得说你这个人的缺点对他来说真的不算什么，但优点才是他真正所在乎的、所重视的，他才是真正想要学习到。其实对他来说，他无论如何都还想要成为你们一样的人，或者说他希望他身上也可以拥有跟你们一样的这样的优点。所以呢，其实以目前来看的话呢，其实对方他真的还蛮渴望是可以跟你们恢复联系，又或者是说是很在乎着你们曾经过往相处在一起的那个点点滴滴啊，或者是说你们之间的回忆，他真的还蛮常会去想起来，因为他会常常透过用冥想或者是说思念的方式，或者是不自觉的去想到你们，然后去想到那些过往的相处的模式，会去不断的去回想，或者说不断地去思念那些过往里面你们所展现出来的个性那个样子，然后他会想办法让自己变得跟你们一样，或者是说会想办法让自己可以变得越来越好，或者说会让他自己能够继续的往前走，会让他的人生变得可以跟你一样成功。那无论说你们自己本身在对说自己来看是到底有没有成功，但至少对他来说，你们是成功的，你们是很棒的。他认为其实你们的个性上面是那种去无存精，就是好的不好的地方是能够被好的给补足，所以会整个人就越来越好。那他也会认为说你们其实个性上面是真的蛮积极、蛮向上的，所以他也会希望说他是能够，因为他越来越好，然后他是能够变得跟你们一样好之后，他再回去找你们，那可能对他来讲，这是一个比较不会有压力的。因为有时候在以前相处的时候，他会觉得有时候稍微有一点点有压力，因为他认为可能自己是配不上你们，或者是说你们身上的优点是他所渴望、他所想要的，但是他自己又没有，所以他就会认为说，可能自己还不够好，或者说他是应该要怎么做才可以变得跟你一样好。这个对他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大一个困难点，甚至这件事情他经常会思考跟考虑了非常的久。但是以目前来看的话，其实他有慢慢去掌握到这些的诀窍，又或者说他会认为他可能还需要花更多时间跟精力去努力的学习，然后不断的去尝试看看，或许就能够变得跟你们一样好。所以呢，他真的还蛮常想念你们，然后这个想念的话是真的带有那一种喜欢的感觉，这是非常肯定也是非常确定的。但是为什么他就是没有任何的动作？然后明明就洋洋都讲了这么他很想念你们，然后他都把你们看得很重要，为什么他就是不动作不找你们呢？就是因为其实这段关系对他来说，这个存在的意义，或者是说这段关系他所希望呈现的这个感觉，或者是说两个之间关系的这个定位的话，其实他还没有决定好。然后对他来说，究竟是不是真的要跟你们在一起的这个部分，他会更希望是可以维持在一个暧昧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这个人他面对于你的时候，他经常要去不断的告诉他自己说，他要静下心来，用最冷静的方式去看待你们，不要对于你们这段关系，或者说对你这个人有过度的期待。但这过度期待并不是说要非常的负面，或者说去完全否定，而是他怕他自己用比较不公正的角色不公正的立场，或者说会有点太过于偏颇的方式去看待你这个人，或者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因为他也会担心说他会去迷失他自己，或者是说他会不会把你们之间的关系跟感觉会去错认了。所以对他来说，确实以目前来看，他非常肯定就是他是有喜欢你们的，他对你们是有好感的，但是究竟是不是要在一起的这个部分，他还在决定，他还没有完全的下定决心，他还在努力的跟他自己内在的自己去做对话，然后努力的去跟他自己去做这方面的连结。所以这时候彼此之间的能量
跟磁场就很重要。所以如果当你们面对说这段感情虽然已经断联啊少联系，你们一直用负面方式去思考，其实这个能量是会传递到他那里去，你的磁场会影响到他的，会无形之中会去影响到他。所以会希望说选到这组的你们一定要尽可能用正向方式和宇宙做许愿，那么宇宙就会把这个能量也会传递给他，那么其实就会反而能够去促进跟这段关系可以慢慢的有所结合。所以因此对他来说，其实这段关系究竟是不是真的要重回到你们身边，还是说去找你们，他确实是有这个打算，他确实有这个想法，以及确实是有想要去做这方面的规划，但是其实他心里面还是有很多的压力，因为他会担心说前面有提到的，就是他去找你们，或者说重回到你们这段关系，他会不会失去他自己？他会不会迷失方向？还是说你们会给予他一个关系中，是不是要赶快有个承诺跟责任？他会有一个蛮大的压力的。所以，就算他再怎么想要去找你们，或者是说他再怎么样想要去拉近你们这段关系的距离，或者是想要去跟你们恢复联系，但是每当他想到你们的期待的时候，那么他可能就会觉得有一种比较不敢去面对，或者是说比较想要去逃避谈论这个话题。其实他自己是有想过说，如果他没有想要特别去在乎到你们这段关系，他反而能够用一种比较正常的心态，然后去面对你们。那这时候其实他反而比较能够快一点的、比较快速的方式，愿意下定决心去找你们，因为他就会认为他在你们面前表现出来的样子是正常的他，或者是他最熟悉的那个的自己。但如果说他太过于在乎你们这段关系的走向，或者说太过于在乎你的心情的时候，他反而会认为自己会有一种比较绑手绑脚，或者是说比较不知道说自己应该要怎样去表态的这样的状况。那这样的话反而会去推迟，或者会去延迟他想要去找你们这段关系的一个情形。所以因此呢，我们先以整体的大方向来说的话，确实对方是舍不得放不下，想要再继续发展你们的这段关系，你们之间的这个缘分。那他确实也会想要去主动的找你们。那这个主动找你们的话，他其实心中有很多的想法，或者很多的思绪，是还需要点时间去慢慢的梳理，或者是说去整理的。然后并且要去知道说，他对待你们的这段感情究竟是一时的喜欢，还是真的长久的爱，还是说是想要稳定交往在一起，还是说只是想要继续的暧昧的关系。这个也是他必须要去面对的这个课题，也是他也很明显的明确知道说，他自己其实在你们的这段关系里面，他也是都不能再继续拖下去，因为他也明白的知道说，其实你们很期待是能够跟他在一起，或者说你们是很期待跟他之间的关系是能够非常的密切的，但对他来说，他又不希望说去耽误到你们的幸福，或者是说去耽误到你们的人生。所以因此在关系里面的话，他会希望说，当他再一次回来找你们的话，他是已经下定决心想要让你们知道关系究竟是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维持下去。所以以台面上来看，我们确实会无法看出说究竟是要跟你在一起，还是说跟你继续当朋友，还是说想要继续保持着暧昧。我们其实以接下来他的一个做法跟打算是没有太多明显的这个讯息，但至少可以很确定，就是说对方他希望之后去找你们的话，是已经要决定关系的接下来的方向跟走向，并且跟你们相处的方式呢，是要用一个跟以往比较稍微不一样的，就是比较多是由他来主动去经营你们这段关系，或者说来去主导着你们的这段关系，或者说跟你们相处的过程之中，可是由他来去决定关系的一个发展的方向，或者说相处的方式，可以由他来去做决定。所以看说接下来你们就是想要给这段关系一个机会吗？还是说你们想要就是就此结束掉这段关系，或是你们想要走马看花，或者是骑驴找马都可以。因为其实这个人他其实还没有办法下定决心，关系究竟接下来要以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去跟你们相处。
好，那这样的话呢，是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如果对你们帮助，或者说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帮养羊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养羊的联系方式。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